朋友們，我現在回到老家了。我刚才出来丢垃圾啊，在我們村裡啊，给大家看看。現在我們這裡到處開着各種各樣的野花，雖然是冬天，草枯萎了，但是呢，花特別多。這什麼樹啊？應該是山茶花吧。然後你看，這樹葉也出來了，這是桑葚。然後呢，這是柿子樹，它冬天會掉葉子的。这裡的這個花是油菜花，我們這裡的油菜花呢是炒來吃的，相當當那個青菜一樣。不過這已經老了，像這種是比較好的，或者是稍微剛開花出來。這是我們本地的這種菜花，油菜花，這是專門吃的啊。我就進我們村的某個人的那個菜園裡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這裡有這個金桔，這種金桔呢是直接可以吃的，就是不用剥皮。金桔大家知道吧？就是手指那麼大。你看，這裡它也有一株。然後這些都是這種油菜花，都老了現在。然後這個叫黃皮果，也是我們可能兩廣地區才有的吧。而且廣西北部就沒有了，也就是桂林再往北就沒有了。但是我們離桂林還有120公里，而且我們這裡的那個氣候呢，要比桂林呢更暖和一些。這個地方我們的水果能種出來，但桂林市就種不出來了。這種肯定大家也知道吧？我們這裡叫大根菜，但是呢，學名應該叫萵苣筍，是不是啊？葉子啊，還有那根都可以吃的。這根呢，它要那個刨掉那個皮兒，然後就可以炒着吃了。這葉子打火鍋的時候放到湯裡面比較好。這些都是已經老的菜花了，但是如果是一片一片的話，就非常壯觀。加上後面的那個山，交相輝映，非常漂亮。好了，我們繼續往前看看吧。我沿着那個河邊走一走。溝邊不是河邊，小溪邊，外面是公路，更直觀。就是這種油菜花，就是炒着來吃的啊。切成大概用手撕也可以，切成1寸多5公分左右的這樣長，用筷子容易夾。這個也一樣，可以炒着吃的啊，非常非常好，特別是跟那種粑一起炒。有的地方叫粉粒，我們這裡叫水晶粑，非常美味。還有這種是竹葉啊，這個竹葉呢是專門用來做那個粽子的，因為這個地方沒有特別的肥，有點瘦啊，這裡的那個土，所以呢，它的葉子比較小，正常的話也差不多有30多40公分那麼長吧，所以包粽子比較好。我們這裡叫羊角粽，比較小的那種粽子，不到100克一個吧，一個人吃3個應該可以那個飽了。你看，這是野生的，這個竹子是野生出來的。然後這個菜園裡面，它那個油菜花都是野生的，肯定不會專門去種它，這裡沒人管了。現在，像這塊。也是某個人的啊，某家人的，好像也不種了。哎，好像也種啊，這裡面種了那個芋頭，芋頭都挖掉了，大家看看，這就是那個芋頭的那個葉子。我們這裡呢叫檳榔芋，但是呢，我們廣西有個地方比較有名的叫荔浦芋，其實跟我們這是一個品種。我們這裡叫檳榔芋，另外一個名字。你看我們鄰居的，他的那個田裡地裡也是很多的那個油菜花，也是用來吃的，不是用來油菜籽的那種。看這家人種了那個蘿蔔，我為什麼認得呢？因為我從小在農村長大。你看，就白蘿蔔，這個也一樣，對吧？那也是一樣，有蘿蔔在裡面。那甚至有幾個啊，這個蘿蔔挺大的，你看，出來了。還有，這是茶樹，
我們宮城不是有油茶嗎？它已經老了，這個茶樹到春天的時候，它又會長出新的那個茶葉出來。這是我們農村人蓋的房子，你看，廣西很多人他的外牆都不粉刷，還是因為錢的問題啊，沒有那麼多錢啊，所以呢，先把那個房子蓋起來，然後呢，有錢了再慢慢的裝修。有的話可能就是蓋了1層，有的蓋了2層，像這種一下就可以蓋3層的，就說明他家裡還是有點米。因為現在蓋這樣一棟房子吧，光是那個蓋毛坯房這樣子，像這樣一棟估計有500平米左右吧。他是2兄弟啊，一個兄弟一棟，像這樣一棟大概如果是500平米的話，大概要35萬人民幣左右。然後裝修就看你個人的本事了，光是蓋那個架子大概35萬塊錢左右啊，700塊人民幣每平米大概的費用，宅基地都是自己的。還有這家你看，他種了這個豌豆苗，這裡大家看見沒有？豌豆苗，他打了那個架子以後會長高的。然後這裡呢，他種了一些生菜，對吧？你看。長勢還不錯哦。後面就是我們這裡的山，很有特色的桂林的山水了。下面有一條小溪，我們小的時候也會在這種淺淺的小溪裡面洗澡。夏天的時候，游泳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水太淺了。我們再往前走一段看看吧，給大家看看我們農村。冬天的水特別清，你看，因為沒有那個農業活動，但是呢，有人還是會丟那個垃圾進去，特別是那個農民出來也要打農藥的，然後呢，那個包裝那種袋子啊、瓶子啊，農民們會往裡面丟，這就是素質問題，沒辦法。這也是另外一個呢菜園，我們也看啊，種了這個蔥。可能剛種不久，你看還沒有發起來。這又是那個萵苣筍，然後是生菜，這個也是菜花，它是紫色的。你們見過紫色的菜花嗎？這也是用來炒着吃的啊！你看，肯定是某個時候基因突變之後就變成紫色的了。它開的花還是黃的，你看，這也是油菜花的一種。右邊這裡也是大蒜，左邊那裡也是大蒜。可能是2個不同的品種吧。好，我們再來看看這家的那個油菜花可好了，還有這個萵苣筍，這個油菜花像蜘蛛，給大家看看。這樣就可以把它掰下來，然後就可以炒着吃了。看看它還有什麼？這裡還有茼蒿。茼蒿也特別好吃的，它會開花的啊，開花也特別好看。茼蒿的花，這是芹菜，你們也肯定知道芹菜，對不對？它的根是這樣的，不是西芹啊，就是本地的芹菜，就比較小、比較細一根。那西芹特別粗，西芹一般有拇指那麼粗，像這種就特別細，比筷子稍微粗一點點。這就是我們本地的芹菜，它比較高，大概有公分的話有60公分高左右吧。然後這大蒜也比較高，你看。我們繼續走，它這水其實特別清的，能看見底，裡面有的地方有那個螺絲。你們知道柳州的螺蛳粉那個螺絲啊，就是這種田裡面的田螺，一種食材。可以吃的，因為冬天了，有的時候北風很大，然後呢氣溫也比較低，所以這個芭蕉這個葉子都被打爛了。你看，夏天特別綠，然後到了冬天就枯萎了，變成這個樣子。第2年它又會長起來。芭蕉是香蕉的一種吧，我們這裡本地叫芭蕉。你看它特別小，現在還特別小，這果實。幾乎看不見，這沒人管的，野生的。這個人他種了葡
葡萄冬天的葉子也會掉的，你看，它現在施肥還是農藥了。下面白色的也是一種肥吧。然後你看這些人的建築垃圾是傾倒在這溝邊，其實這種是特別好的地盤啊，如果允許蓋房子多好！你看，現在變成了陰地了，變成人家祖墳的地方了。這是我們村的那個長山，這是集體的長山，現在變成了埋祖墳的地方了。下面有口水井，冒水的啊，那裡有一口好像，現在好像維修了一下，比較好了。有人來這裡燒香、放鞭炮，因為它也是村民一個祭拜的地方。大家看，有酒瓶啊什麼之類的在下面。好，你看這裡還有野菜，水裡生長的這個野菜可好了，可以吃的。剛才呢，我就說了，在上面的時候，這裡呢有人放了這個酒杯在這裡祭拜。你看這裡有那個香，然後這塊石頭也是天然的，有點像一個獅子啊，對不對？然後這口水井，它常年水都不斷，裡面很多小魚，不知道也看不看得見。有人還放了錦鯉進去，看得見那個顏色嗎？在水裡。這口井特別好。我記得小時比現在更清，那個水為什麼有點濁，我不知道啊。現在的長山都長滿了，變成了原始森林一樣了。因為我們這裡冬天也會有比較冷的幾天，所以有的葉子它也會變黃變紅。這一段路是後來修的，估計吧。上次我來的時候沒有的。像這種原來都是水稻田的，你看長成這種參天大樹了，因為沒有人管理這田地了。現在農產品太便宜了，所以很多人不喜歡種田地了。原來這都是稻田的，我小的時候，這野芭蕉也出來了，你看。然後這草又那麼高，這樹也大了，這裡。這一塊呢都是油菜花，與後面的山一起，就看起來特別漂亮。然後現在有人出來幹活了，你看有什麼藥水啊在那裡，然後他們開的車也放在這兒。那一塊都是李樹吧？你看，開白花那裡，等一下過去看看。各家各戶都有自己一塊或者幾塊田地啊，都種了自己的喜歡吃的蔬菜。然後這裡種了，比如說蔥，對吧？你看它的蔥長勢還是不錯的。然後這塊呢也是不管理了，就隨便它野蠻生長了這裡。然後這家他就種了。特別的乾淨，你看，種了自己喜歡吃的菜，比如說這個是萵苣筍啊，對吧？然後那個油菜花，用來吃的油菜花呀，還有大蒜啊，這種也是大蒜。然後裡面它還有那個茶，這個是茶樹，它那個結那籽之後可以榨成那個油的，變成了茶油。這個茶油非常好。茶油我們這裡本地如果賣的話，要60到70塊錢一斤。是比較貴的，它有藥用價值啊，所以就比較貴。然後這種開白花這種，它相當於一種綠肥啊，就是等春天來了之後，把它翻到泥土下面，然後呢就变成了一種有机肥。它開了一些粉色、白色、粉色一種花，也是很漂亮。這家你看就是丟空了，就沒有人種，長滿了各種的這種野草。這就是豌豆，我一看就知道了為什麼。豌豆你們可能很多人在城裡沒見過它開的花，它開的花也很漂亮，其實，對吧？然後
大家看，這就是豌豆的樣子啊。我們這裡叫荷蘭豆，我不知道你們那裡怎麼叫。荷蘭豆也就是豌豆，它也種了一排。然後這種沒有葉子的樹呢，就是柿子樹。這都是野生的，像開白花這種，我剛才說了是一種綠肥。生菜，我們這裡有的也叫菠菜。菠菜是另外一種，對，菠菜另外一種，不是，這是生菜，不是菠菜。那個人專門種了油菜花，你看，他肯定是種來那個賣油菜花那種青菜的，然後老了之後就長出這樣的了。這一塊肯定是李子樹，全部開花了。前幾年這裡呢還有很多這個砂糖橘的，後來砂糖橘有病了，就全部倒了，沒有了。李树現在是花開得特別旺的時候，真的開滿了，你看，全部枝頭都長滿了李花，白白的也很漂亮。特別多，有鳥叫，我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見，應該可以錄下來吧，鳥叫聲。等一下看看到河邊去，這裡還有50-60米就是河邊了。現在我們這裡的人啊，這些年因為農產品一直那個價格不高嘛，所以務農是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錢的。要有錢拿來蓋房啊，就只能到廣東那邊去工廠裡面去打螺絲啊，或者呢自己看做點什麼生意啊。光是種田是不能發財的，所以現在很多農村的田地丟荒，沒有人種，就這個原因。因為呢，比如說到廣東那邊去工廠裡面打工，一個月肯定有4-5千塊錢啊，而且你是去個人就可以了。就不用自己投資，沒有什麼風險。在家務農的話，你要有投資，而且如果農產品的價格不好，可能白白的辛苦一年，最後沒有賺到錢，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所以很多農民他想在家裡幹活，誰也不想背井離鄉到別的地方去打工，對不對？但是生活所迫，沒辦法。就像當年我去德國也一樣，也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啊。就像咱們，比如說四川人，他有的也許到北京、上海啊，去那邊讨生活、去打拼一樣，是一樣的啊。每人都是從自身的角度追求更好的生活。這是什麼？因為茶樹，就是剛才我前面說的那個可以榨油的那種茶樹。這種茶樹的茶油啊是很貴的，60-70塊錢一斤的，朋友們。然後呢，這家你看就不管了，就野生，全部都變成野草了。看看能不能到河邊去。夏天我是不敢來的，為什麼呀？因為你們知道吧，南方因為氣候的原因嘛，所以它可能會有夏天会有蛇，冬天因為气溫比較低。所以它蛇啊也會冬眠的。你看，我們小的時候這裡哪有這樣的大的樹啊？根本就沒有。現在變成了參天大樹了。以前我們都可以看得見對面的山，還有那個山腳下的地啊，都看得見。現在全部被這些大樹擋住了，還有高高的那個草。變成了森林了，這裡。這下面這石頭，它用那個鐵絲把它套起來的，這是防護堤啊！你看，這鐵絲有點細啊，是不是？就是這些鵝卵石，大大小小的，把它用這個鐵絲把它包起來，然後呢，形成防洪堤這樣子。哦，魚，好多魚啊！我看得見剛才。然後這些發大水的時候，上游的一些垃圾就流下來了，你看，然後就掛在這個樹根這裡，特別不美觀。
但是它水其實還是很清潔的，可以看得見底。小的時候我們就在這裡河裡游泳，然後周圍的那個風景也特別美。我還是比較懷念小的時候。現在人事物非了，因為小的時候這裡全是有很多的沙，有那個綠綠的草，沒有那麼多這個草，這種大大的那個草，也沒有大的樹。還有我們小的時候把那水牛啊牽來這水邊，他們一邊吃草，我們在河裡游泳。那個時候還是雖然物質啊不豐富，但是我覺得那時候我們的小的時候童年是非常幸福的，因為當時無憂無慮啊，也不知道生活的艱難，反正大家都窮嘛，所以也沒有什麼攀比。這水特別清的，其實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看，看得見水裡的那個鵝卵石的。然後就是發大水的時候，這些垃圾就掛在這樹根啊、樹枝上面，特別不美觀。還有這裡經常有人來垂釣的那個地方，釣魚佬啊，經常在那個地方釣魚佬。然後有的釣魚佬呢，他不講公德，把什麼垃圾啊什麼都丟在那裡。所以有的時候我就覺得啊，中國人有一部分人確實素質不高。你看，特別的安靜這裡。以前我想啊，如果有錢，在這裡建一棟別墅多好啊，對不對？但是這裡離那個沒有人氣，所以一個人住在這地方不太合適。也就是從那個風水來說，那個陰氣太重了也不好。否則這裡的那個環境真的非常不錯。小的時候呢，我們到山上啊去砍那個柴火，因為當时農村連電都沒有。我們小的時候，可能在那個畫面裡面看不出來啊，這個山大概可能相對高度吧，跟我現在相對高度應該有100米左右吧，大概100米。可能是30層樓，30多層樓那麼高，大概是這樣子。對，我們小的時候做飯呀都要柴火，對不對？當時每家每戶都要，所以呢，我們當時去偷，因為它是长山，是不准砍伐的。但是沒辦法呀，你人要活下去嘛，對不對？又用來做飯，所以呢，每家每戶有孩子的會叫孩子們去砍柴，其實是偷柴火。這裡應該是因為是沒有人打農藥，所以你看這叫老虎玉吧，這種其實景觀植物挺好看的，很多蟲子在它那個葉子上面，所以變成了焦焦的了。這芭蕉你看也是一樣，它葉子因為蟲子多，所以就變成這樣了。這裡還有另外一條小溪匯合起來，就相當於一個口一樣。這裡小溪下來，你看對不對？然後在這裡匯合了，你看那個樹就因為發大水呀，然後就弄倒了，自然在那裡自生自滅。然後這裡大家可以看，這裡就有桂林山水那種韻味了，對吧？倒影啊，這畫面是非常美的，我認為也非常的靜，只聽得見水聲，還有鳥叫的聲音。看看，跟它的枝頭一起，很安靜哦。今天是大年初4了吧？出來走一走。我剛才出來丟垃圾，然後呢，看着，又想起了我小的時候的生活，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這就是我小時候的生活的環境。然後再用個特寫的鏡頭給大家看看。对面的芭蕉樹還比較綠，因為呢
冬天這裡沒有特別颳大風的地方，那山都擋住了，所以它的長勢還是特別的好。你看，像蜘蛛啊，我們叫老虎玉吧，对吧？它其實特別的高，大概有2米多、3米高。像這種植物那麼高，因為它那個地理的條件比較好，一個是不是特別的熱，陰涼，因為它夏天呢有很多竹子啊、樹子在這裡擋住了，然後呢雨水也充足，然後這是野生的竹子，你看一株竹子那麼大，直徑應該有6米左右，這是一株啊，一家人啊，這竹子，然後這樣就開放遮天蔽日了。这是全部是竹林啊，然後這種叫什麼五指什麼東西，聽說這個那個叫什麼，跟那個雞肉啊一起燉的時候挺好的，是不是朋友們？它就是像個手掌一樣，5片葉子，對不对？這個植物比較好，好像不是特別常見在這個地方，要去找。我現在是往回走，往家裡走，這幾乎沒有路。然後這花那麼高，我就在花叢中走了。我的衣服都有很多花粉了，现在我的褲子。這花大概是有1.2米左右高。剛才說了啊，就是夏天我是不敢來這種地方的。全是花呀，好漂亮！那家人在小溪的对面也種了很多的蔬菜，這是他原來開墾的，他的後代就在這裡種了，是他們的菜園。這裡的菜園挺好，真的，依山傍水。真的，如果是沒有墳墓在這裡啊，蓋一棟房子，非常的不錯，就是沒有人氣啊，朋友們。這裡呢都是甘蔗啊，我們廣西很多甘蔗啊，這裡他也種了一些甘蔗，甘蔗也老高了，大概有3米高，3米多到4米左右，你看，應該有4米左右，我用廣角吧，給大家看看，我認為有4米高。這種甘蔗它種來不是榨糖的，而是給他可能家裡養了牛，給牛吃的，或者給那個竹鼠也有可能，竹鼠啊，它喜歡吃有點甜的這種梗的草，有帶梗的草。我聽見斑鳩在那個山上叫，這個斑鳩肯定也是野生的鳥，它的叫聲就是斑鳩。因為我爸以前他是養鳥的，我知道那個聲音，應該不止一只，有一窩在那裡。這芭蕉也是野生的，沿着那個小溪的岸邊有水，然後又到人家菜園了。特別奇怪就是農村呀，很多各種各樣的野花都不知道名字，像這種是淡紫色的，然後可能它那種是白色的，應該是一個家庭的吧，是一種植物，但是它那個花不太一樣。因為我不是植物學家，不知道為什麼花不一樣。為什麼那芹菜要圍起來呢？每家都是為了不讓它倒，估計吧。對，這裡也是種了一些大蒜啊、蔥啊，這是圓白菜，就是圓白菜，大家看，對吧？或者叫什麼娃娃菜也有可能，我不知道。它老了之後也會開菜花的，這菜花也是可以吃的啊。然後這種就萵苣筍。然後那是油菜，小油菜，這就是我們村那個長山。OK， 朋友們，今天真的就到這裡了，感謝各位，那我們下期見了啊。